系列课程全部用 Excel 2010以上的版本进行操作，请学习者注意啊！凯旋，上一节课的作业完成了吗？那种难度的题完全没有兴趣。今天你又想讲什么？今天我们先从单元格格式开始讲起，我来给大家揭秘 Excel 单元格格式的真相。单元格格式啊，这么小学生的问题也敢拿出来讲？哦，那你来说说 Excel 最常见的单元格的格式有哪些呢？小儿科我随口就来，数字、文本、日期、数值、分数、小数、科学技术等等。很好，那我再考考你。没在看的，请。比如说，打开一张 Excel 表格，在这个表格中需要输入公司员工的身份证号码。如果直接输入会是什么状态呢？一般身份证是18位数字，假设我就直接输入18个数字吧，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。输完之后，然后摁回车键。怎么样？这种情况是不是经常见到呢？现在 Excel 中并没有显示我们刚才输入的全部数字，而是变成了这样。科学技术法，并且状态是右对齐。那么凯旋，问题来了，我不想看到科学技术法，就想看到这18个数字，让每一个数字都显示出来，你会怎么办？能不能直接修改呢？这简单，改格式不就好了？我有2个办法来解决，看我的。选中单元格单击鼠标右键，在弹出的格式选项中选择文本，然后再单击确定。但是你看变了吗？哈哈，没变吧？这不算，我还有第2个办法。直接在数字前面加一撇，加个英文输入法状态下的单引号，然后回车。这次好像真的可以了呢。但是请看，此时数字的末3位自动变成了0，你刚才输0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没做错啊。你看上面的公式栏，此时的公式栏已经显示科学技术法了。所以在 Excel 中，不论你怎么调整格式，数据都不会自动变成18位数字的。所以当你在单元格内输入的数字超过11位，就会显示科学技术法；超过15位，15位后面的数字就用0来显示了。Excel 在你输入完单元格内容，按下回车之后，单元格的格式就被固定了。因此，我们常用的设置单元格格式这个操作，最好是在输入内容之前使用，这样可以保证我们表格中的格式不会出错。那到底怎么修改格式呀？总不能遇到格式问题就删除重新输入吧？那也太麻烦了。你想要彻底的搞清楚这个问题，那首先我们要从格式的种类开始。现在我找一个单元格，直接输入1 2 3，然后回车，这是一个数字格式的数字。如果我在下方单元格中输入单引号1 2 3，对的，这就是一个文本格式的数字了。请问这2个数字，你一看上去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？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文本格式的数字默认左对齐，而数字格式是右对齐。文本格式数字的左上角还有个绿色的三角。总结得很到位。凯旋，你见过用 Excel 有洁癖的人吗？有人看到单元格左上角有绿色三角就觉得很不舒服，然后就用鼠标选中这个包含绿色三角的单元格，点击单元格左边的加拉菜单，在弹出的内容中选择忽略错误，这样绿色三角就不见了。这还没完，他们往往选中这一列，然后单击右对齐的命令。凯旋，我问你，现在你还能看得出这2个单元格中的数字哪一个是文本，哪一个是数字格式吗？看不出来了吧？我再问你，我想把这2个数字相加，也就是求和，要怎么做？这个简单，直接点击开始功能区中的自动求和按钮就好。你看我点击自动求和按钮 ，What？ 怎么是1 2 3？不算16？哈哈，文本格式的数字是不能够参与计算的。那怎么办？其实只要换个方法就可以了。我们这是不用 Sigma 自动求和函数了，而是直接输等于 C1 加 C2。我们用加减乘除这样的公式来做计算，你看看结果，是不是246了？
哦，我懂了，也就是说，文本格式的数字不能够参与函数的计算，但是可以参与公式的计算。没错。说完文本格式的数字格式，我们来看看日期。如果我想输入2018年10月18日，凯旋，你会怎么做？这还不简单，我有 N 种办法。 2018 10月18中间用横杠隔开，2018 10月18中间用斜杠隔开，2018 10月18中间用点隔开。不错不错，那么停，怎么都是你考我呀？我也来考考你。好吧，你来。其实上面那3种日期格式，只有一种是对的，你能告诉我是哪一种吗？这个简单，我们把鼠标放在日期单元格的右下角，然后往下填充，你就知道了。是不是后面2种日期都有问题了？也就是说，只有第一种情况的是正确的日期，而后面的都不是。有点水平嘛，那你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？很简单，我做一个操作，你就知道了。我把用点做分割的日期拉到正确的日期的单元格的下方，然后再把单元格一拉宽。怎么样，知道了吧？第一种情况中的内容是右对齐的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正确的日期格式实际上是数字格式9.9:00，时间格式也是右对齐的。如果我再说一个1/2，你会发现它也是右对齐的。再回去看看我们刚才学到过的科学计数法，还记得吗？科学计数法也是默认朝右的。在搞清楚了格式的种类以后，我们也就清楚所谓的 Excel 中的格式修改，无非就是把文本转化为数字，或者数字转化为文本2种情况。说了半天，你还是没说到底应该怎么修改呀？年轻人，别急嘛，前面说过，单击鼠标右键进行单元格格式设置是无效的，这种设置方法只适合在输入之前做，输入完以后要怎么办呢？这时我们用到一个新的功能，那就是分列。分列这个功能原本是将一列数据分成多列，但也能够用于格式的修改。比如说，在这个表格中，金额是文本格式，文本格式的数字是无法用 sum 函数来做计算的。现在我们需要把一列文本格式转化为数字格式，显然一个一个改会非常麻烦。这时我们使用分列的功能，选中金额这一列，单击数据功能区，选择分列，直接点击2次下一步，在最后一步的对话框的左上方选择常规，然后单击完成。这样一列数据瞬间就转化为数字格式了，很快吧？为什么是常规呢？不是数字格式吗？因为当我们选择设置单元格格式的时候，最上面的格式叫常规。Excel 对于常规的解释就是不包含任何特定格式的数字格式，也就是说，常规是最原始的数字格式状态了。常规下面的例如数值、小数、分数、日期等都是特定的数字格式。等等，你这就讲完了，我还有个问题，在刚才这个表格中，如果出生日期也不是正确的日期格式，如何修改呢？当然也还是用分列。选中出生日期这一列，单击数据功能区，选择分列，直接点击下一步，然后再次点击下一步。在刚才我们看到的格式修改界面中，选择日期格式，然后单击完成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出生日期一下子就被我们调整为正确的日期格式了？分列的功能的第3步是修改格式的操作，主要分为3种格式：常规、文本和日期。经过我们前面的学习，日期也属于数字格式的一种。这样，我们通过分列功能也能看出来 ，Excel 的格式实际上只有2个：数字，也就是常规，以及文本。以后你在遇到各种 Excel 格式需要转换的问题，使用分列功能就好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了。今天我们学了几个重要的知识点。第一 ，Excel 单元格中的数字不能无限制的输入。第二 ，Excel 单元格格式的种类只有2种，文本
和数字。第3，修改格式的功能是分列。怎么样，凯旋，学会了吗？一学就会，寂寞。